零下10度的天气，大妈却开在22台风扇，一开就是24小时，还说不开就会死。房间内外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大妈就这样整晚数着监控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说家里有毒气，风扇呢可以让她避免受到伤害，说整个房子都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之间，把缝隙堵上后，味道呢反而越来越大。说着呢就掀开了地板，地板上呢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着摩托车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，她会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会出现新的洞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随后大家决定去问问邻居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结果邻居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车的人，但从来没有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表示这个很明显就是冲她来的，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她，大妈也不知道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，这样痛苦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半。然而记者在她家却始终没有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，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大妈表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阁楼，专家检测一番，还真发现了异常，确实有非常微量的煤气泄漏，不过呢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并没有任何其他有毒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。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，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虽然儿子之前建议她接受治疗，大妈却说自己没疯也没病，还生气地认为儿子不信任她。经过节目组不懈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表示这个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。而且呢之前和养鸡场的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养鸡场要害她。经过长期的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。最后呢把风扇都去掉了，现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每天睡觉前，奶奶都要在被窝放一罐可乐，而且必须是常温的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衣橱里也全是一罐罐可乐。奶奶说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喝完精神抖擞，神清气爽。对她来说，可乐是万能的，随时随地都要喝，织毛衣的时候来一罐，唱歌累了来一罐，就这样每天10罐，喝了40年，足足喝掉了15万罐可乐，这可把老伴累到不行，每天回家都要带上2屉可乐。奶奶喝可乐有个特点，开盖后必须一口闷，然后满意的打个嗝，这就是她最享受的时刻，而且只喝常温的，说只有常温的喝完才会打嗝，因此可乐都会放在被子里保温。记者拿出一罐冰可乐给她，结果喝完奶奶连摇头，还真就没打嗝。奶奶认为可乐就是灵丹妙药，和闺蜜聚餐还劝患有糖尿病的闺蜜喝一罐，闺蜜听得一脸无奈。至于为啥喝可乐，奶奶说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反正就是喝完可乐就会带给自己无穷的力量。可以说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。按照惯例，大家还是带奶奶来做了全身检查，发现她的12指肠出现了溃疡，很多溃疡面都在反复发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奶奶不禁担忧起来，以为是万能药的可乐竟然一直在伤害自己。医生表示不用过于担心，只要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好起来，所以说有病就得好好吃药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妈只是去做汗蒸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因为她在65度的汗蒸室待了1小时，一滴汗都没流。大妈还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出过汗。为了验证真假，大妈直接在33度的气温下跳绳半小时，接着把纸巾贴在额头上，其他人瞬间就把纸巾浸透了，然而大妈额头却干干净净，果然一滴汗都没有。大家决定把温度升高，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瞬间表面温度就达到了45.6度。大妈二话没说，直接躺了上去，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快被烤成了3分熟，仍然没有出一滴汗，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难道她真的不会出汗吗？那只能使出大招了。大家带她来做汗蒸，此时汗蒸室温度65度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旁的人早已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边笑边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大妈现在唯一想做的，就想体验下出汗是什么感觉。随后医生在大妈手心涂了一种遇水就会变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，一直烤了30分钟，手掌没有任何反应。1个小时后终于看到了变化，大妈掌纹处都变成了紫色，也就是说大妈其实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而已。医生表示出汗少并不会直接对身体造成伤害，这下大妈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。他们在独居女生家里装了监控，还拿专业仪器到处扫描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小姐姐家里有点怪，她家电视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，出门前明明关闭了电视，回来电视就自己打开了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电视还经常自己播放恐怖片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刚开始呢，小姐姐也没当回事，慢慢的这怪异现象越来越频繁，
他开始查看电视的各种设置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售后也来看过了，都找不到问题所在，甚至给他换了一台新电视，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。他当着大家的面关上了电视，没一会电视果然就自己打开了。大家怀疑是遥控器出了问题，取出电池后，正对着电视又安装了监控，没几分钟电视又打开了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专家说电视遥控器发出的是红外线信号，所以他家里可能存在一个能发出相同红外线信号的电器。接着大家对屋内所有电器展开探测，最后怀疑是这个插排的问题，但断电后仍然可以检测到红外线信号。大家又尝试关闭了无线路由器，紧接着红外信号明显降低，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专家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专家说了一堆有的没的，我也没听懂，反正就是怀疑路由器的适配器有问题。拔掉适配器后，电视果然没再自动打开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适配器产生了不必要的红外线，恰巧和电视匹配，就这样打开了电视，一切都是巧合而已。随后换上新的适配器，电视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他上班要随身带着一管绿色调料，没事就赶紧拿出了舔两口，说这东西能让自己变强壮。喝水也要挤上一管，摇一摇就变成了绿色的，接着一口闷了。吃饭时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一勺这东西，朋友们却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来呢非常美味。很快老板又端上来一碟，才知道这东西原来就是芥末。老板说现在只要看见他来店里，就要提前准备芥末。说话间，他在生鱼片上又放了满满一勺芥末，整个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说完全没有感觉。朋友觉得这可能是假芥末，决定尝一下，这也没什么呀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喝汤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挠一下就上来了。米饭也要来上满满一管，再加点配菜，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。吃的那叫一个干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再后来呢，他吃的越来越离谱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说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。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，还特意准备了生鸡肉。大叔也不客气，挤上芥末，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果然，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 20%， 所以他对于辛辣不敏感，而且还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。再吃下去的话，就只能准备吃血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妈在陌生人面前掀起了衣服，还让别人摸她，疼得满头大汗，还伴有严重腹泻。医生猜测可能是由于针在体内发生了移动，才导致了腹痛，所以要抓紧手术。几个小时后，针被取了出来，在体内40多年已经变得锈迹斑斑。看到从体内取出来的针，大妈终于长舒一口气。大叔出门要先泡一杯薄荷味的牙膏水，杯子里挤入满满一管牙膏，加水搅拌一下，端起杯子一口就给干了，剩下的渣渣也不放过，搅拌一下又干了，一杯不过瘾，接着又泡了一杯。出门跟朋友聚餐去了，别人喝酒，他就喝牙膏水，喝完还必须啧一下，真是好喝又不上头。菜上也要挤入半管牙膏，直接当成了沙拉酱。那小魏的一下就上来了，他甚至连汤汁都要喝掉。牙膏在他手上除了不刷牙以外，什么都能做。洗澡就把牙膏当成沐浴露，而且必须要用薄荷味的。把牙膏涂满全身后，还要做个日光浴促进吸收，最后又挤了半管牙膏洗头。这一套下来就用光了3支牙膏。大叔却表示自己已经很省了。至于为啥要吃牙膏，大叔解释说自己曾患有哮喘，他认为新鲜的薄荷牙膏会帮助他康复。不得不说没文化是真可怕，这怎么可能管用呢？没想到啊，还真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收藏牙膏，各种品牌各种口味的应有尽有。但是他真的康复了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牙膏中的化学成分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，皮肤状况也非常差。大叔之所以感觉良好，都是因为薄荷味牙膏带来的清爽错觉而已。现在必须停止吃牙膏，要相信科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